大家好，泰国审计署在建大楼倒塌啊，成为缅甸地震中全球注目的焦点。那在这个事故里边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大楼倒塌的方式太匪夷所思，太不可理解，也是太难让人接受了。到现在为止啊，应该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那事故出来之后呢，泰国政府就展开了调查，包括方方面面啊，从施工方中铁时局开始啊，最显眼的，然后呢就是材料供应方、设计方啊等等，并且现在呢，很多的泰国 YouTuber 还在现场直播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其中啊提到一个重要的这个责任方啊，就是新科源钢铁啊，就是在建筑施工中啊，发现钢材有问题的，这是泰国政府说的啊。这个新科源钢铁是一家疑似中资企业，在之前啊我们也做过介绍。那现在啊，新科源的反击终于来了啊！这家企业呢说，我们没什么问题啊，钢筋的问题啊，既不是主要问题，你们检测方法也不对。我们下边啊就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 Trust 就是这个电视台啊也完整的报道了这个过程，但是呢，一个是太长，第二个呢，它这个视频字幕的可读性太差，所以我只能是另起炉灶，给大家单独介绍一下他们发布会的情况。里边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啊。那这就是啊，发布会的酒店叫应该在机场边上啊，叫 Rama Garden 啊，好像是从往北走快到机场了那么一个位置。我们现在看他们发布会的全部的介绍啊，因为呢我呢第一是不懂泰语啊，第二个呢我也不喜欢 AI 啊，本来这个文稿让 AI 读也可以，所以呢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可能中间有我的评论啊。大家好啊，这里是曼谷 Rama Garden 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许多人啊一直在期待新科源公司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是2025年3月28号审计署大楼倒塌事件发生后啊，那么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3周，几天后就要满1个月了。那么此前啊，新科源钢铁公司曾通知推迟关于钢铁标准问题的新闻发布会，现在呢是定于下午2点在 Rama Garden 酒店的 B 厅举行。那新科源团队啊已经到现场准备。那么这是这个酒店啊，现在我们一起听取关于酒店质量检测情况的最新消息。然后就是公司代表的发言了啊。这个首先啊，我要向所有到场的媒体同行致敬，感谢你们出席新科源公司今天的事实说明会。我和我的团队代表新科源钢铁公司，现在就公司钢筋被指不符合工业标准的问题做出解释。首先啊，我们要对审计署大楼的倒塌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慰问。关于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才做出解释，这是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舆论中啊，我们已经成了批评的靶子。我们认为立即反驳可能对社会没有好处，而且可能被视为每天都在为自己辩解。我们在钢铁行业和建筑行业工作，我们知道真相迟早会显现。建筑倒塌的真正原因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啊，包括建筑设计、工程监督或者降低规格等问题。您可能注意到，在过去几周已经有学者和结构工程专家、冶金专家等开始讨论，钢筋只是倒塌的次要因素，主要原因可能是设计、施工或者规格降低问题。因此啊，新科源认为现在是合适的时机来澄清我们的钢材质量问题。下面就是公司背景的介绍。新科源钢铁公司获得了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的许可，并且通过了 ISO 9001认证，符合 BOI 的所有要求，我们按照泰国法律要求运营。
对于那些试图暗示因为我们是中国公司就可能是灰色企业的言论，我必须澄清，新科源钢铁一直诚实经营，遵守泰国工厂法和相关法规，我们非常谨慎，知道企业越大责任越大，因此我们绝不会在质量标准上出错，我们的钢材从未被经销商投诉过质量问题。关于纳税情况，在过去的5年，我们就是2019到2023年中，我们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超过 8.56 亿泰铢，因此声称我们是灰色企业，从不为泰国做贡献，从不纳税的说法是不公平的。在社会贡献方面，自从成立以来，每当有机会回馈泰国社会，我们都会立即行动。只是我们从未向公众宣传，例如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口罩短缺的时候，2019年到2023年，新科源提供了2000多万个 N95 口罩给学校和医院，价值超过2亿泰铢。工厂的情况说明关于我们在罗永府工厂的影响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将由另一位代表解释工厂目前的情况。我是律师皮亚蓬·孔马鲁安，和我一起的是律师索拉萨克·维拉库尔和律师帕塔贡·皮尼约猜古，我们都是新科源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关于工厂事件的后续事情起源于工厂的火灾事故。在这起火灾事故中我们聘请了外部的承包商移动工厂围墙内的气罐。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些气罐位于生产线外，在移动过程中由于疏忽导致了气罐爆炸并引起火灾。控制局势后工业部官员和罗永府工业办公室的人到现场调查原因。随后呢，工业部向新科源发出警告信，要求严格遵守工厂法，并发出指令，要求新科源在发生火灾的区域实施7项改进措施，同时暂时停止所有业务。新科源收到指令后，迅速采取行动，执行工业部的命令，并向工业部提交了说明信。最终，这7项改进措施被工业部官员检查，发现新科源的执行命令令人满意，只剩下一些细节需要补充。2025年3月28号，工业部发出额外指令，要求新科源提供详细的工作流程报告和生产流程图，并有工程师认证。3月31号，新科源准备了文件，并按照工业部要求提交。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等待更多的指示。4月3号，官员发出通知，扣押粉尘。4月11号，警方特别调查局、DSI 标准局和工业官员持法院搜查令检查并扣押了这个新科源的文档。那虽然在等待重新开业的命令，自从4月11号，工业部向新科源发出新指令，要求公司董事和工程师去解释公司流程和生产流程图中的差异。新科源直到4月17号才收到这封信，但信上的约见时间是4月22号就是今天下午1点。由于董事和工程师尚未准好，因此发信请求延期。关于质量问题关于标准局宣称经过2次检测发现新科源的钢材不符合硼含量标准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标准局规定的硼含量标准为低于 0.008%。将新科源的钢筋送到泰国钢铁研究所检测。那这个研究研究所的实验室呢，已获得了 ISO 17025认证。然而该研究所所测量的硼含量的设备能力范围只在 0.009 到 0.0025 之间，这就意味着它无法准确测量到标准局规定的 0.008% 的标准。因此在2次测试报告中，钢铁研究所都标注了对于硼含量的检测不在实验室认证范围内，这就意味着硼含量测试结果不能用于证明产品不符合标准。
新科研曾要求将同批次钢材送到汽车研究所检测，那里的设备能够检测到 0.004 到 0.0066 范围内的硼含量。结果显示所有在钢铁研究所被认为不合格的样品，在汽车研究所的检测全部合格。那我们已经向标准局提出请求要求将相同样品送到汽车研究所进行检测，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会进行第3次检测，因为这违反了既定程序。根据标准局的标准操作程序，检测钢筋样品的时候应该切成3份，第一份用于检测，第2份由标准局保存做参考，第3份给工厂保存做参考。这样，如果第一份检测结果有争议可以使用第2份和第3份进行重新检测，以澄清疑问。但在新科研的案例中，他们使用了第1次检测的同一样品进行了第2次检测。这种做法有什么目的？是为了确保第2次结果与第1次相同吗？希望委体能够就此向标准局提问。关于粉尘问题关于媒体提到的红色粉尘问题，根据新科研提供的信息他们称之为黑色粉尘，而不是红色粉尘。这种黑色粉尘含有大量锌，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已在环境影响评估 EIA 中评估过。新科研自运营以来，一直把这些粉尘存放在工厂内。那根据法律他们从未向国外出口过任何粉尘。至于为什么最初报告约2000吨粉尘，后来发现有4万多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规定，工厂必须定期报告粉尘数量原先的每3年报告1次，后来改为每1年报告1次。新科研一直按照规定报告，可能在线报告系统出现问题，导致数据不一致。目前工厂已经向罗应府工业办公室提交了完整解释。那关于钢筋上有 T 标记和没有 T 标记的问题，这只是表示钢筋的生产工艺不同，与质量无关。带 T 标记的钢筋使用回火工艺生产。回火工艺就是指钢材熔炼的时候温度大概是1600摄氏度，随着炸制成所需的尺寸，此时的温度大概为700摄氏度，接着使用水冷却系统就是降温，然后让钢材自然冷却。T 型钢筋和非 T 型钢筋具有相同的标准和强度，可以完全相同的使用。这种钢筋可以使用 IF 炉或者 EAF 炉生产。简单说，钢筋上的 T 标记只是代表不同的生产工艺，没有其他深层含义。它的强度和没有 T 标记的钢筋相同。工业局标准局制定了规则规定在泰国使用的 IF 电炉必须至少为5吨容量，且钢坯的生产能力必须达到每小时10吨。新科研完全遵循了这些规定，并不使用旧炉或产生污染的炉子。我们引进的炉子采用了先进技术，能够消除污染物。那关于销售渠道，有人声称新科研直接向审计署大楼项目销售钢材，我们从未向任何项目所有者销售钢材，无论是政府项目还是私人项目，我们只通过授权经销商销售产品。自我们在泰国开展业务以来，还从未收到客户退货或者投诉我们的产品质量不达标。关于挂名股东问题关于我们被指控是灰色企业问题，我想强调，我们的会计记录是由全球认可的4大会计事务所处理的。那么这些机构不会接受任何虚假会计记录，他们有自己的声誉标准。关于从倒塌建筑中提取钢材进行检测的问题，我要指出，工业产品标准认证必须在产品使用前进行。我们的工厂向经销商销售钢材前会附上每批产品的认证证书，客户在将钢材用于各种项目前也会进行检查。因此使用已经使用过的钢材进行检测不能被接受作为判断产品是否符合工业标准的依据。无论钢材的状态如何，弯曲或者笔直，它已经被使用过了。
标准测试必须是在使用前进行，而非使用后。建筑物倒塌时的压力有多大？把这些钢材拿来检测，并用来暗示新科院的钢材不符合标准，这对新科院是不公平的。值得注意的是审计署大楼倒塌原因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有政府成立的工作组仍在调查。您可以看到，目前调查方向已经转向了哪里。关于未来计划，如果继续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政府官员如此强硬地对待我们，我作为个人认为，我不代表所有者发言，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退出泰国投资可能是合理的。我们通过 BOI 投资了大概 13.8 亿泰铢，这笔资金已经全额支付。关于公司目前的状况，目前我们按照工业部命令停止了所有的业务活动投资促进证已经被吊销。尽管如此呢，我们仍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尽管只有正常工资的 75%， 因为公司面临停产状态，在过去4个月中我们没有裁员，因为这不是员工的错。目前我们只是在等待允许恢复生产的命令。那么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们被指控使用黑色会计、偷税漏税、规避外国商业法等，我们被描述为对泰国毫无贡献、从不纳税、从不帮助泰国社会的公司。事实上，我们已经缴纳了巨额税款，并且在多个方面帮助泰国社会。我们的工厂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特别是在我们一直努力遵守所有法规的情况下。这种对待方式已经引起了其他中国投资者的警惕。如果泰国想继续吸引外国投资，就需要重新考虑这种处理方式。好吧，后续就进入媒体提问的环节。这个媒体提问识别率是很低的，就是可读性也比较差我就今天不再说了。那么关于这次新科源钢铁的记者会我觉得还是功课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边提出几个核心问题，就是钢材检测按照标准，它实际上呢是应该在使用前检测，而不是使用后检测。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辩护点，就是你的测试方式存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测试样本你反对使用这个就是楼塌的这个钢材进行测试，还有就是对于 T 型钢筋的解释就是代替不代替，它质量是一样的。另外呢，就是替代测试结果，就是说他认为呢你设备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件，那么工业部呢说不能换。另外呢，就是对于所谓灰产的辩解就是灰产呢，他们认为呢，我们对泰国社会有很大贡献，那么也没有偷税漏税，实际上对于代持这里边它是没有做明确说明的，那当然了，关于现在这个泰国审计署大楼倒塌确实调查方向已经转向了整个施工过程中，特别设计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个楼看起来确实比较玄乎就设计上肯定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么目前呢，已经把施工方中方的中铁时局的总经理张传玲已经拘捕了。所以现在呢，这家中资的钢铁公司出来辩解，确实是还是懂得一定的公关套路的当然说不是他发了发布会，他的质量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从公关角度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就一开始保持缄默，不辩解，等着事情快过去之后，再抛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是吧？比如建筑设计问题监理缺失施工过程问题设计频繁变更因为再一个什么呢？那个巨大的冲击已经逐渐减弱了。这个时候再出来的话呢，他对他的辩解是有利的就是整个发布会从我做出来的这个中文的稿子来说我觉得他们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就是关于灰产是绝大多数中资企业在泰国的原罪里边还提到一个粉尘数量我不是粉尘是指粉末吧就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废物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在专业能力就是专业能力的问题。
在整个泰国这个调查过程中啊，包括泰国电视台做节目里边引用的专家的一些说法呢，水平是有高有低。实际上这类问题啊，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这类事儿出的太多了啊。像这类东西，你要是明确的想袒护，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真相也很容易被调查出来。但到目前为止啊，大楼的挖掘还没有结束啊，把钢筋的责任呢，就是放了一部分进来啊，新科院对他进行了辩护。实际上这里边这都是表面的，背后啊是可能是巨头之间的角力啊、角力啊，因为这个新科院背后啊，可能据说是一位空军的中将，还是什么一位官员。另外呢，就是还有中泰之间的这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啊。大家知道，现在的泰国政府啊，它是非常亲中的。那么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啊，最后真正的结果啊，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受政治关系的影响。所以啊，到最后啊，这事情无论怎么样啊，肯定是会有替罪羊的。但是真相能不能真正的报告给我们啊？那我们说只能拭目以待了。希望啊，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给这些死者呀一个交代。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新科源公司啊对审计署大楼使用钢筋问题的一个辩护。谢谢大家收看，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再见，拜拜。